现在的中老年人啊，真是不听劝。明明过了60花甲，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偏要去学西方人那一套，跑健身房把自己折腾得大汗淋漓，非要减肚子，瘦成一道闪电，每天清水煮白菜，还以为这就是顶级养生。你以为这叫健康，你完全搞错了。你这是在把老天爷赐给你的福报亲手拿刀子一点一点刮掉。我太了解你们了，你们这一代人大半辈子风风雨雨走过来，吃过多少苦，咽下过多少委屈。年轻时为了拉扯孩子，为了事业，没日没夜拼命，好不容易退下来了，结果早上起床照镜子，哎呀，怎么双下巴出来了，肚子也鼓起来了，皮肉也松垮了。你们心里害怕，怕老，怕被社会淘汰，怕走在路上没人多看你一眼，更怕家里小辈觉得你是个没用的累赘。结果呢，外面的电视、网络，包括家里的年轻人也跟着瞎起哄。爸妈，你们要控制体重，要去运动。千金难买老来瘦，千金难买老来瘦，这句话坑了多少人，你们知不知道？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西方人那套标准，什么体脂率、肌肉线条，那是给谁设定的？那是给机器设定的参数，那是给20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准备的。你一个60多岁、70岁的人，身体已经走到人生周期里的秋冬季节，你非要把好不容易藏起来的那点底气全部挖出来烧掉，这是违背天道的。天地万物都有它的周期规律，你们去看看外面的大树，到了秋天、冬天，树叶必须落掉。为什么？因为它要把养分全部退回到树干里，退回到根里去，这叫保本。如果这棵树在严冬腊月还非要逆着天性强行抽出新芽，那叫什么？那叫反常。反常必有大妖，一阵寒潮刮过来，直接连根拔起，死路一条。人也是一模一样，人过60，阳气开始往里收，五脏六腑经历了60年的风霜，脆弱了，需要保护了。所以你的身体表面，你的皮肉天然就需要一点厚度来保暖，来护住你这大半生积攒下来的底气。老天爷心里明白，他怕你晚年扛不住事，怕你镇不住家宅里时不时刮起的邪风，所以他悄悄在你身上特定的地方给你添上2块腐肉。这是老天爷在给你发护身符，是在给你存晚年的养老金。结果你倒好，花钱受罪，非要把这护身符撕得粉碎。你们自己去观察身边的人，那些拼命节食到了晚年瘦得像干柴一样的老人家，脾气是不是往往特别古怪？是不是越老越暴躁？看谁都不顺眼。家里的小辈是不是都不太敢靠近他们？为什么？因为没有肉来包裹他的骨头，他的锋芒全露在外面，相由心生，他的面相变得刻薄了，孤寒得像一把干枯的刀子。各位，谁愿意靠近一把刀子呢？连家里的福神财神看了都要绕道走，这就叫折福。反过来，你看看那些顺应自然、晚年心宽体胖、气定神闲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遇到天大的事情，往太师椅上一坐，不需要发脾气，不用大声吼叫，那个气场，那个厚重的劲儿，就能把全家人的心都定下来。这就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各位，人到晚年，拼的早就不是你的锋芒毕露，拼的是你的厚重，拼的是你的容量。今天我就跟大家好好把这个天机点破。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年过花甲之后，身上有2个地方开始悄悄发胖长肉，千万不要去嫌弃，更不要去强行减肥，这绝对不是疾病的征兆，
这恰恰是晚年长津那幅镇守家业的顶级面相。听懂了，你晚年的家宅安稳如泰山；听不懂，你折腾掉的就是自己这辈子最后那点福报。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这层皮囊说起。我见过太多咱们老一辈的企业家，老母亲到了晚年，活的那叫一个憋屈，那叫一个吃亏。你辛辛苦苦打拼一辈子，好不容易把家里的工厂、贸易公司交给儿子打理，或者把几个孩子拉扯大送出国，读了书，现在他们成家立业了。你本以为自己可以享清福了，结果呢？你发现你在家里越来越没有话语权。平时吃饭，你喜欢吃点软烂的红烧肉、炖猪脚，想补补身子，儿子女儿立马眉头一皱，把盘子端走。爸妈，你们怎么还吃这么油腻？你看你肚子上的肉，你看你下巴都2层了。医生说要清淡，要多吃生菜沙拉，要去健身房跑步，要控制体脂率。你听了心里难受，你委屈，你想发火，但又怕破坏了家庭和气，于是你只能忍着，强迫自己去迎合年轻人的标准。你饿着肚子去公园，嘿走，你去吃那些凉飕飕的生菜叶子，你逼着自己去把身上那点刚刚长出来的所谓肥肉减掉，结果怎么样？3个月下来，肉是掉了一点，但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两腿发软，心里发慌，睡不踏实，白天坐在沙发上只打瞌睡，遇到点小事就心烦意乱，甚至无缘无故想发火。你看着镜子里那个脸颊凹陷、颧骨高耸干瘦的自己，你觉得这是健康吗？你连跟孙子玩一会的力气都没了，这就叫花钱买罪受，自己把自己的福气给折腾没了。为什么90%以上的人在这个痛点上都会犯下大错？因为你们的脑子完全被西方那套直线思维给洗脑了。西方人看人体是把它当成一部冷冰冰的机器，他们觉得人老了就像汽车零件老化了，所以要除锈，要把管道清理得干干净净，要把多余的脂肪像刮机油一样全部刮掉，认为这样机器跑得才快。这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咱们国人不这么看，咱们老祖宗认为人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讲究形神合一，形就是你的肉体，神就是你的精气神。皮肉是什么？皮肉不是西方人眼里的一堆脂肪细胞，皮肉是包裹你这团神气的容器。你到了60岁，你的五脏六腑已经运转了一个甲子，它开始疲惫了，产生的气血不像20岁时那么汹涌澎湃。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把容器加厚，不去蓄积一点皮肉作为库房，你仅存的那点阳气，一阵风吹过来就全散了。西方人只看肌肉线条好不好看，根本不管你内在的气血是不是已经被抽干了。这就是西方直线指标最大的盲点，也是最坑害中国老人的陷阱。你们如果不信，咱们来看看历史。你们去翻翻司马迁写的《史记》，看看咱们老祖宗是怎么衡量一个老人有没有价值，能不能扛事的。战国时期，赵国大将廉颇，那可是威震天下的名将。后来廉颇年纪大了，逃亡到了魏国。赵国这时候被秦国打得节节败退。赵王想起了老将廉颇，想重新启用他，但赵王心里嘀咕啊，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他年纪那么大了，还能不能打仗？于是赵王派了一个使者去看看廉颇的身体状况。各位，你们注意听这个细节，赵王派人去测试廉颇，不是去测他的肌肉含量，不是去测他100米跑能跑多少秒，而是去看他能不能吃饭。廉颇见到使者，为了证明自己还有用，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史记》里写得清清楚楚，
一饭斗米，肉10斤，备甲上马，以示可用。他一口气吃下1斗米，整整10斤肉，然后披上铠甲，跨上战马。廉颇为什么要狂吃10斤肉？他就是要向天下人证明，我廉颇虽然老了，但我的脾胃依然极其强健，我能吃得下，我的身体就能把这些食物转化为厚实的皮肉，转化为气血的库房。有了这个庞大的库房做支撑，我在战场上遇到再险恶的局面，我的底气还在，我的体力就源源不绝。如果廉颇当时干瘦如柴，吃2口饭就饱了，哪怕他舞剑舞得再好看，赵王也绝对不敢用他。为什么？因为没有库房，一上战场，气血瞬间就枯竭了，那是要打败仗亡国的。只可惜那个使者被廉颇的仇人收买了，回去对赵王撒谎说，老将军虽能饭，然坐请山一时。赵王一听，脾胃坏得藏不住东西，气血完蛋了，这人不能用了。廉颇最终的悲剧不是他老了，而是他明明有强大的储蓄能力，却被剥夺了施展的机会，最后郁郁而终。你们想想，一个连肉都吃不下去，连一点皮肉库房都没有的老人，能在冷兵器时代当3军统帅吗？绝对不可能。所以大家要懂得，天道原典对我们的降维打击。《黄帝内经》里把天机泄露得明明白白，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化生出来的东西储存在哪里？就储存在你四肢百骸、肚子、下巴上这些所谓的老肉里。咱们用大白话来讲，天道是什么？你们去看自然界，水往低处流，这叫顺应地心引力，四季怎么更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你看那深山里的黑熊，到了秋天拼命吃鲑鱼，吃浆果，把自己吃得圆滚滚、胖乎乎的。它为什么要长那一身厚厚的脂肪？因为它知道严冬要来了。如果没有这一身看似难看的肥肉做库房，它在漫长寒冷的冬眠里就会被活活冻死、饿死。人过了60岁，就进入了人生的秋冬季节，你的身体机能天然需要冬藏。这个时候，老天爷让你的身体微微发胖，那是老天爷在给你穿防寒服，在往你的粮仓里盆救命的粮食。你不去感恩老天爷的慈悲，反而听信西方那一套，每天强迫自己出大汗，拼命减肥。出汗是什么？出汗在中医里叫耗散。你在人生的冬天里，把门窗打开，把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阳气拼命往外散发，这不是在养生，这是在加速消耗你的寿命，这是在逆天而行。逆天而行，必定要遭到天道的惩罚，那就是晚景凄凉，百病缠身。那既然明白了这套天机，咱们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痛点，家里的小辈逼着你减肥，你该怎么进行中国式的实操？老祖宗早就给了你们4个字：外圆内方。还有一个词叫推拖拉。当你的儿子女儿把沙拉推到你面前，让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你不要当面跟他们发脾气，不要搞得家庭气压很低，那也是在消耗感情。你要外圆，你笑眯眯地接过来，好好，年轻人的新观念，很好，爸爸知道了，你们真孝顺，这就叫圆润，这就是推拖拉。你的推和拖，先把矛盾化解掉，但是你的内心里必须要有方，你要有自己的定见，你要懂得知止，止在哪里？只在顺应你自己的身体规律上。等他们转过身去，
你自己偷偷去厨房给自己炖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把脾胃养得暖暖和和的。你去公园，不要跟着年轻人去跑步出大汗，你就背着手慢悠悠地散步，把气息沉下去，微微出一点点细汗就立刻停止，这就叫知止。你顺应了身体的呼唤，保持住了一点微微发胖的体态，每天精神饱满，红光满面，这比任何言语都能让小辈们安心。各位，你们自己去静下心来想想，天底下哪有60-70岁的人瘦得像竹竿一样，还能福寿双全的道理？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你们是愿意守着老天爷给的气血库安度晚年，还是非要把自己的福气挖得干干净净，去讨好西方的标准？听懂了没有？这才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救命锦囊。但是各位要注意了，我说的这个长肉发胖，绝对不是让你胡吃海塞，胖得连路都走不动，那是病态，那是物极必反。老天爷给你长津纳福，最看重的是长在身体特定2个地方的肉，只要这2个地方丰隆了，你晚年的家宅绝对稳如泰山。这2个地方究竟是哪里？我们先说第一个地方，双下巴。大家每天早上洗脸的时候都能摸得到，不管是在台北的街头，还是在南部的高级住宅区里，咱们很多50多岁、60多岁的老董事长、老板娘，或者家里操劳了一辈子，现在手里有点积蓄的长辈，每天早上起床走到洗手间镜子面前，第一件事不是对着镜子笑一笑，赶自己又平平安安活了一天，而是伸出手，极其嫌弃地去捏自己的下巴，捏着那层软乎乎的肉，左看右看，心里头那个烦躁。哎呀，怎么长出双下巴了？这肉怎么耷拉下来了？太显老了，太难看了。然后出门去跟老朋友喝茶，听见别人议论新哪里又新开了一家医美诊所，有什么最新的拉皮技术、瘦脸针，或者什么高科技仪器可以把双下巴融掉，你听了心里直痒痒，背着家里人偷偷摸摸花了大价钱去抽、去打、去拉，非要把自己原本已经圆润起来的下巴深深削成一个尖锐的 V 字形。弄完了，脸也僵了，笑也笑得不自然了，但你心里倒高兴了，觉得自己年轻了10岁，觉得自己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干练。糊涂啊，简直是天大的糊涂。你以为你抽掉的是一堆没用的脂肪吗？你花钱受罪，亲手挖掉的是你晚年安身立命的地库，是你留给子孙后代的家业福田。为什么？我敢说90%以上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犯了致命的错误，因为你们已经被西方那种极其刻薄、极其功利的审美观给彻底洗脑了。你们去看看西方人推崇的那种下颌线、清晰尖下巴，那是什么形态？在自然界里，只有捕食者，只有那些凶猛的肉食动物或者年轻气盛，要在丛林里拼杀夺食的猛兽，才需要那种像刀锋一样锐利的骨相。那种面相代表什么？代表着攻击性，代表着向外扩张，代表着六亲不认的效率。你一个已经过了60岁，本该在家族里扮演定海神针角色的人，非要把自己的面相搞成一把尖刀。你要去刺谁？你是要刺你的老伴，还是要刺你的儿女？咱们国人讲究什么？讲究和气生财，讲究厚德载物。尖锐的东西是留不住任何福气的。这就好比一个漏斗，你上面接再多的水，下面是个尖底，水全漏光了，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尖锐，因为你要去打江山。你老了，如果还尖锐，那就是标准的孤寒相，刻薄、
寡恩、克妻、克子，晚年身边连个真心伺候你的人都没有。你真以为凭着一个尖下巴在家里走来走去，你的儿孙会觉得你很亲切吗？他们只会觉得你这个人很难搞，很挑剔，很不好伺候。咱们来看看历史上的大案，你们就知道老祖宗说的地阁方圆到底在人生的大风大浪里能起多大的救命作用。唐朝有一位忠心名将叫郭子仪，安史之乱，大唐江山摇摇欲坠，是郭子仪力挽狂澜，把国家救了回来。这个人功劳大到功高盖主，在中国历史上，功高盖主的武将有几个能有好下场？韩信被杀了，岳飞被杀了，但是郭子仪呢？历经4代皇帝，手握重兵，最后活到85岁高寿，家里妻子八婿全部在朝廷做大官，每次家里开宴会，子孙多到他自己都认不全，只能点头笑笑。他凭什么能得到中国历史上最完美的晚年？你们去看看古人对郭子仪画像的描述，郭子仪晚年绝对不是那种精瘦，下巴尖尖，眼神冒着金光的样子。史书上说他福相厚重，他到了晚年下巴非常丰隆，甚至可以说是层层叠叠的，整个人显得圆润憨厚，甚至有一点迟钝。有一次，朝廷里的一个大太监，也是他的死对头，叫于朝恩，为了激怒郭子仪，派人偷偷把郭子仪家的祖坟给挖了。各位，挖祖坟，这在古代是不共戴天的大仇。当时郭子仪手握重兵，底下的将领群情激愤，都拔出刀来要跟于朝恩拼命。皇帝也吓得半死，以为郭子仪肯定要造反了。结果郭子仪进京面圣是怎么做的？他没有横眉立目，没有咬牙切齿，他挺着他那个厚重的身躯，顶着他那个圆润的双下巴，扑通一声跪在皇帝面前，嚎啕大哭。他说什么？他说：臣带兵打仗这么多年，手下的士兵军纪不严，也挖过别人的祖坟。今天我郭家的祖坟被挖，不是别人的错，这是老天爷对臣的惩罚。你们听听，这就是大智慧，这就是地库。丰隆的人才能承载得住的天大委屈，他的下巴兜得住肉，他的心胸就兜得住气。皇帝一看，哎呀，郭老令公这么厚道，这么没有锋芒，连祖坟被挖了都能咽下这口气，他绝对不可能造反。于是皇帝彻底放下了戒心，郭家一家老小再次转危为安。如果郭子仪晚年是一个尖嘴猴腮、下颌线跟刀片一样锋利的人，遇到这种事，他能忍得住吗？他那骨子里的戾气早就爆发出来了，一爆发就是满门抄斩。所以郭子仪晚年的双下巴，那不是脂肪，那是护佑他整个郭氏家族妻子八婿的防弹衣。咱们把这个道理用天道原典给大家降维拆解一下。易经里面，乾卦代表天，坤卦代表地。古人看相把人的脸分为3庭，额头是上庭，代表天，代表你早年的运势；下巴和腮帮子这一圈叫下庭，代表地，代表你晚年的运势。地应该是什么样的？易经里讲，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必须是广袤的、厚重的，能够承载万物的。如果地变成了尖尖的一块石头，它能种出庄稼吗？它能盖起高楼大厦吗？根本不可能。你的下巴在面相学里叫地格，它就是你的地库。你晚年的财富，你儿孙的孝顺，你的健康，你的福气，
全部都要像水一样顺着你的脸流下来，最后汇聚在你的下巴这里。如果你有一个丰隆圆润，甚至微微堆起肉来的双下巴，那就相当于你在人生的大地里挖了一个极其宽广、极其深厚的聚宝盆，所有的福气流下来，全都被你兜住了。你兜住了福气，你就能反哺你的家庭。你坐在客厅里，哪怕一句话不说，你那种厚重安稳的气场，就能让全家人觉得心安。相反，如果你非要去削骨抽脂，把下巴弄得尖尖的，福气流下来直接划走了，滴水不流，这就叫晚景破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晚年强行追求干瘦的人，最后往往落得个钱财散尽，儿女远离孤苦伶仃的下场。因为你的地基被你自己给铲平了。既然大家听懂了这个天道规律，那回到咱们现实生活里，你该怎么去实操？老祖宗给了我们一套心法，那就是在情理法中运用推拖拉，最终做到外圆内方。当你照镜子看到自己双下巴的时候，你首先要在心里给自己道个喜，哎呀，老天爷终于开始给我发养老金了。你不要焦虑，如果有一天你带着小孙子在客厅里玩，小孙子调皮伸手去扯你下巴上的肉，说：爷爷奶奶，你这里好胖哦，你千万别觉得丢脸，也别生气，这就是你练习推拖拉里拉自觉的最佳时机。你顺手把孙子拉进怀里，笑眯眯地告诉他：乖孙呢，这不是胖，这是爷爷的福袋，这福袋里面装的全是保佑咱们家平平安安的福气，扯一扯福气就更多了。这就是中国式的智慧。你这一笑，你下巴的线条自然就更加圆润了，你的心境也跟着宽广了。你没有去跟自然规律对抗，你顺应了它，你把它转化成了家庭里最温馨的互动。你内心里那个方是什么？就是你要坚守住自己的定见，绝对不要被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医美广告、那些西方指标给忽悠了。他们想赚你的钱，还要折你的寿。你要明白，圆润厚重才配得上你这一生积累的功德。各位，你们自己去静下心来想一想，你到底是想要一个冷冰冰、尖锐锐，把家人都刺伤的下颌线，还是想要一个温润如玉，能把满堂儿孙满天的福气都兜在怀里的福德宫？听懂了没有？留住你下巴上的肉，就是留住了你家宅的定海神针。但是光有一个兜福气的下巴还不够。人活一辈子，谁没有受过委屈？谁没有生过闷气？那些陈年旧账，那些家庭里解不开的疙瘩，如果不找个地方装起来，它就会化成戾气，把你的福报烧得干干净净。老天爷极其慈悲，他又在咱们身上准备了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化粪池和大金库。那个地方一旦鼓起来了，你这辈子的恩怨情仇就彻底化解了。那又是哪里呢？我们先讲的下巴，那是兜住福气的地方。但人活着一辈子，除了福气，难道就没有别的了吗？你们自己摸着良心想一想，这大半生走过来，除了赚到一点钱，成了一个家，你们肚子里咽下去最多的是什么？是委屈，是闷气，是不被理解的心酸。老天爷极其慈悲，他知道你这辈子受了太多委屈，所以他在你的身上准备了第二个极其重要的化粪池，也是你晚年的大金库。那个地方一旦微微鼓起来，
你这辈子的恩怨情仇就有了安放的去处。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讲的，也是很多中老年人最深恶痛绝的部位，你们的肚子。各位，咱们再次回到你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里去。咱们很多60岁上下的朋友，尤其是男同志，以前做生意、跑业务或者当主管，那叫一个雷厉风行、西装革履。现在年纪大了，退休了，或者退居二线了，每次换衣服、系皮带的时候，一低头看到自己肚子上那一圈鼓起来的肉，心里头就没来由的烦躁。你会怎么做？你拼命吸气，想把肚子收进去，你跑去买那种紧身的塑形衣，把自己勒得喘不过气来。你甚至听信网络上的偏方，每天在肚子上裹保鲜膜去跑步。你为什么这么恨你的肚子？因为你觉得它代表着油腻，代表着衰老，代表着你失去的对这副肉体的控制权。但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极其可怕的连带反应？当你极其嫌弃自己肚子的时候，你的脾气会变得非常差，你看什么都不顺眼。孩子在外面应酬回来晚了，你一看他那个随意的样子，火气就上来了，忍不住要骂两句。媳妇买了一件稍微贵点的衣服，你心里头就开始嘀咕，觉得年轻人不懂得勤俭持家。孙子在客厅里吵闹，你觉得老人都在疼，拍着桌子就吼。家里人觉得你变了，变得不可理喻，变得爱钻牛角尖，你自己心里也苦啊。我这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吗？他们怎么就不领情呢？各位，你以为你是在生家人的气吗？错，你是在生你自己的气。你无法接受自己变老的事实，你把对自己肉体失控的焦虑全部发泄到了最亲近的人身上，而你越是发火，越是强行去减肚子，你的心胸就变得越狭窄。这就是人性的最大误区。你们完全搞反了肉体和精神的关系。西方人推崇什么？推崇8块腹肌，推崇平坦的像搓衣板一样的肚子。各位，你们去看看解剖学，当一个人的肚子呈现出8块腹肌的时候，他的核心肌肉是处于什么状态？是高度紧绷的，是随时准备战斗或者逃跑的。你一个60多岁的老人家，已经从人生的战场上退下来了，还需要天天保持那种咬牙切齿，随时准备跟人拼命的紧绷状态吗？如果你连肚子都放松不下来，你的精神怎么可能放松？你的神经天天绷着一根弦，一点风吹草动你就炸毛，你家里的风水能好得了吗？咱们国人不信西方那一套，咱们国人信什么？你去台湾任何一座大庙，你走进山门，第一个迎面坐着的是谁？是弥勒佛。你看看弥勒佛长什么样？他是8块腹肌，浑身紧绷的吗？绝对不是。他袒胸露乳，那个肚子大得像一个圆球，软乎乎的耷拉在那里，脸上永远是笑眯眯的。庙里为什么要这么安排？这是老祖宗在给你上第一堂人生大课啊！两边的对联写得清清楚楚：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你要进大雄宝殿去求佛祖保佑你，首先得过了弥勒佛这一关，你得学会把肚子放软放大，去容纳这个世界上的不完美。没有这个肚子，你装不下委屈，装不下委屈，你就成不了佛，你也得不到晚年的清净。这我们来看看清朝的首富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晚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当时
洋人联手打压中国的绅士价格，朝廷里的死对头盛宣怀又在背后捅刀子，断了他的资金链。胡雪岩的钱庄面临挤兑，无数人围在他家门口要钱，大厦将倾。在那生死存亡的关头，胡雪岩手底下的掌柜们全部慌了神，有哭的，有要上吊的，有卷款讨好的。当时胡雪岩已经60多岁了，你们猜他在干什么？史书上记载，胡雪岩既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去吃安眠药，他就端端正正地坐在太师椅上，微微挺着他那个发福的肚子，一言不发地抽着水烟。外面天塌地陷，他坐在那里就像一尊铁塔。手下人跑进来报信，胡爷，外面又围了500人，要砸门呢。胡雪岩摸了摸肚子，慢吞吞地说了一句：知道了，告诉他们我胡雪岩还没死，钱1分都不会少。各位，这就是宰相之度。胡雪岩心里苦不苦？他比谁都苦。他被最信任的朋友出卖，他一辈子的心血即将化为乌有，那可是抄家灭族的滔天大祸。那些惊恐、愤怒、绝望、背叛，就像排山倒海的毒水一样往他肚子里灌。如果胡雪岩当时是一个肚子紧绷、没有丝毫容量的人，他的心脏当场就会气得爆炸，他的脑血管立刻就会破裂。但是他没有，他用他那个厚重圆润的肚子，深深地把这些常人根本无法承受的剧毒全部咽了下去，全部消化在了这方寸之间。他坐在那里，就是在用他厚重的肉身给全家人、给全商号的人当避风港。这就是一个中老年男人的终极底气。能容得下多大的委屈，你就能压得住多大的阵脚。咱们把胡雪岩的这个状态，用《黄帝内经》和《易经》的天道原典来降维拆解，大家就彻底明白了。中医讲，脾胃属什么？属土，土生万物，土液埋万物。我们常说厚土，土必须要有厚度。一块只有薄薄1-2公分的土，你把一颗种子扔进去，它长不出大树；你把一堆垃圾扔进去，它化解不了，只会散发出恶臭。你肚子上的这层肉，就是你人生的后天之土。你到了60岁，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霜，心里头攒了多少垃圾，多少委屈，多少看不惯的事情。如果你非要把肚子练得干瘪瘪硬邦邦的，你的土就变得极其稀薄。这个时候，儿女顶撞你一句，这股火气往下一走，发现没有厚土可以承载，直接就把你的脾胃给克穿了，这就叫木克土。所以你越是肚子干瘪，越是紧绷，你一生气就气得胃痛，吃不下饭，整夜失眠，因为你的委屈没有地方化解。当你顺应天道，接受了自己微微发胖的肚子，你的土变厚了。这时候外界再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砸过来，就像一颗石头砸进了厚厚的海绵里，或者砸进了深不可测的泥潭里，陷进去了，没有回音，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这就叫厚德载物，这就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还要在哪里撑？要在有容量的深水里撑，绝对不是在浅水洼里撑。那既然懂了这套道理，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当你面对那些让你血压升高的家庭矛盾时，你应该怎么做？老祖宗给了我们最高级的实操心法，那就是3个字：推拖拉。怎么用肚子来推拖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周末儿子媳妇带着孙子回来吃饭，媳妇在饭桌上为了教育问题把孙子骂得哇哇大哭。一做爷爷奶奶心疼啊，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想拍桌子站起来，大周末的你骂什么孩子？
我当年也没怎么打过儿子。各位，你要是这么一喊，完蛋了，战争爆发了，这顿饭全毁了。如果你有这个宰相之度，你该怎么做？你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手放在自己微微凸起的肚子上，轻轻地抚摸2下。这抚摸的2下，就是在给你自己一个物理上的缓冲时间，这就是拖。在这拖延的几秒钟里，你肚子里的后土开始运转，把你的怒气往下沉，然后你笑眯眯地转过头去，不看媳妇，你看着儿子说一句：哎呀，现在的学校作业真是多啊，也难怪孩子们有压力，大人也着急。这就是推和拉，你没有直接对抗。媳妇，你把矛盾推给了学校，作业多，然后你把儿子的情绪拉到了大人也着急的共情上来。你一句话既给了媳妇台阶下，又安抚了场面。你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圆融？因为你有一层厚厚的肉作为你的心理缓冲带，你没有被情绪直接击穿，你接受了身体的松弛，你的心境自然就跟着松弛了。各位，你们自己去想一想，你是愿意为了迎合外人那种肤浅的眼光，去把肚子搞得硬邦邦的，每天在家里像个刺猬一样跟儿女战斗，最后落得个气滞血瘀，家无宁日，还是愿意顺应老天爷的安排，留着这微微凸起的宰相之肚，把大半辈子的委屈全部化作肚里的浑厚之气，往那一坐，笑看风云，做全家人最安稳的靠山。听懂了没有？这哪里是肥肉啊，这明明是老天爷赏给你的忍辱铠甲。但是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有了厚下巴大肚子，你就能在晚年高枕无忧了。这只是你在防守家庭内部的矛盾。人活一世，外部的宇宙环境时刻在变化。如果你不懂得在最关键的时刻把这股气藏起来，老天爷给你的福肉再多，也会被外面的邪风给吹得一干二净。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一套关于秋收冬藏的续命密码？前面咱们讲了下巴和肚子，那是在你们的身体上找库房。但是各位，光有库房还不行，老天爷给你们建好了库房，你们却天天违背天机，自己跑去把库房的大门给砸了，把里面救命的宝贝往外扔，这叫什么？这就叫作死啊！所以接下来这一部分，我们要讲一个极其宏大的宇宙规律。这个规律你如果违背了，哪怕你吃再多的补药，你也会把自己的福气给耗个精光。各位朋友，我再给你们描绘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每天清晨都在咱们大大小小的公园、运动场，甚至那些爬山的步道上，真实地上演着。你今年65岁了，每天早上5点钟，天还没亮，冷风嗖嗖地吹，你准时从暖烘烘的被窝里爬起来。为什么？因为你跟几个老伙计约好了要去爬山，或者去跑5公里。你穿着一身紧身的运动服，为了证明自己宝刀未老，你跑得比谁都快，爬得比谁都猛。到了山顶，你满头大汗，衣服全湿透了，你迎着冷风，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还得意洋洋地拍了张照片发到家族群里。看看你们爸爸，我65岁，这体能不比你们20岁的年轻人差吧？群里小辈一同点赞。你心里那个美呀，觉得这就叫健康，这就叫有活力。可是结果呢？到了下午，你坐在客厅沙发上，就觉得2条腿发酸发沉，怎么待着都不舒服。一到了晚上，你开始打喷嚏、流鼻水，
关节隐隐作痛，你以为是受了点风寒，吃点感冒药就算了。其实呢，你一整天都觉得神疲乏力，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对什么都提不起劲。你有没有静下心来问过自己，如果这种满头大汗的剧烈运动真的是在养生，为什么你运动完了之后，不仅没有觉得神清气爽，反而觉得身体被掏空了？为什么你越是想证明自己年轻，你的身体老得就越快？为什么90%以上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死不悔改？因为你们的心里一直存着一个极其荒谬的幻觉，你们把好动出汗直接等同于生命力旺盛，这也是被西方那一套极其野蛮的运动科学给带偏了。西方告诉你，生命在于运动，你要把心率提上去，你要燃烧你的卡路里，你要把多余的脂肪全部烧掉，这样你才能长寿。各位，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西方这套理论完全抹杀了人作为一个生命体是有季节性的，他们把人当成了一台可以永远全速运转的发动机。但在咱们国人的智慧里，人到了60岁，你的生命周期已经走到了哪里？已经走到了严冬。在人生的冬天里，你不好好穿着老天爷给你添的那层脂肪大衣保暖，你非要光着膀子满头大汗地去跟冰天雪地对抗。出汗是什么？中医讲汗为心之液，出汗在天道规律里叫做发散。你把全身的毛孔全部打开，把你五脏六腑里最后剩下的一点点用来保命的阳气，用来安度晚年的元气，顺着汗水全部蒸发到了空气中。你以为你在燃烧脂肪，你是在燃烧你的寿命啊！咱们不凭空讲大道理，去看看中国历史上最聪明最绝顶的人是怎么在这个发散和收藏的问题上栽了天大的跟头，或者得了天大的便宜的。大家一定都知道《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对决。诸葛亮聪明绝顶，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可是到了晚年，在五丈原的时候，诸葛亮犯了一个什么致命的错误？他逆天而行啊！当时诸葛亮已经54岁，在古代这绝对是到了人生的秋冬季节，他本该休养生息，把大权慢慢交出去。可是他呢，罚20以上皆亲乃言，连军营里打士兵20军棍的小事，他都要亲自去管。他每天晚上熬夜看公文，吃得极少。对面的司马懿派人来打探，问诸葛亮一天吃多少饭。侍者说，丞相每天吃不到几升米。司马懿一听，仰天大笑，说了一句千古名言：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吃那么少，没有东西可以转化为皮肉库房，还要每天疯狂的操劳，把仅剩的气血疯狂的向外发散，他诸葛亮还能活多久？诸葛亮是在用他20岁、30岁时的状态，去强行拉动他50多岁的残躯。他拒绝承认自己老了，他拒绝进入冬藏的状态。结果是什么？一阵秋风吹过五丈原，蜀汉这颗最亮的心，硬生生地把自己给耗灭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是累死的，是自己把自己给耗干的。你再反过来看司马懿，司马懿怎么做？诸葛亮天天在阵前叫骂，派人送女人穿的衣服给司马懿，极尽羞辱之能事，想逼他出来打仗。这时候司马懿手下的将领都气炸了，纷纷请战。大都督，咱们不能受这个窝囊气啊，冲出去跟他们拼了。司马懿怎么干的？司马懿穿着厚厚的衣服，安稳稳地坐在中军大帐里，摸着自己可能已经发福的肚子，笑眯眯地把女人的衣服穿在身上，连一点点怒气都不往外发散。他不动如山。为什么？因为司马懿深深地懂得天道规律，他知道自己年纪也大了，他知道这个时候
拼的不是谁的刀锋利，拼的是谁能把气给藏住，谁能活得长，谁就是最后的赢家。最后，司马懿用他那个厚重如山的躯体，用他那极其深沉的长自觉，硬生生把诸葛亮给熬死了。三国归晋，全靠司马懿晚年把这股气给死死地捂在了肚子里。各位，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血的教训！你到了晚年还要去逞能，还要去挥洒汗水，你以为你是诸葛亮？你连诸葛亮的零头都比不上，你伤害的是你自己的命啊！咱们把这层天机，用老祖宗《黄帝内经》的话，明明白白地拆解给你们听。《黄帝内经》里有一条极其伟大的铁律，就8个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咱们用大白话来讲，你看大自然里的树木，春天抽芽，夏天枝繁叶茂，这个时候树的能量是向外散发的。但是一到秋天，冷风一吹，你看到满树的黄叶哗啦啦全掉光了。它为什么要把叶子落掉？因为它要把所有的养分、所有的精液全部收缩回树干里，最后深埋进地下的树根里。这就叫秋收冬藏。只有把根护住了这棵树，还能熬过漫长寒冷的冬天，等到来年春天再发新芽。如果一棵树在冬天里非要长叶子开花，那就是妖树，一场霜冻下来，直接冻死，连根拔起。人也是完全一样的，你从出生到40岁，那是你的春夏，你尽可以去奋斗，去出汗，去消耗。但是过了60岁，你进入了人生的秋冬。这个时候，老天爷为了帮你冬藏，他做了一件极其慈悲的事情，他让你的新陈代谢慢下来，他让你的肚子上、下巴上、腰上开始长出一层软乎乎的肉。这层肉是干什么用的？那是老天爷怕你漏气，给你身体表面气上的一堵保温墙，那是你的冬大衣。你不仅不感恩这件大衣，你还非要去跑步，去健身，用各种激烈的方式把这件大衣给撕烂。你把你的汗毛孔全部强行打开，让你肾里头那一点点宝贵的先天之本全部漏了出去。你这不是在养生，你是在催命。那你们肯定要问了，难道人老了就天天躺在床上不动吗？当然不是。咱们国人讲究实操，讲究情理法理的支持。下次如果有老朋友再打电话来，老林，明天早上5点半，咱们去爬7仙山，去跑马拉松啊！你要怎么做？你不要当面说，那个伤身体，我不去，这样太伤和气，朋友都没得做。你要用推、拖、拉的拖自觉。你笑眯眯地说：“哎呀，太好了！不过我这几天膝盖稍微有点酸，老伴也不让我吹风。你们先去，等太阳出来了，我去山脚下的公园跟你们会合泡茶。”这就推掉了。那你自己该怎么运动？老祖宗早把方法留下来了。你去打打太极拳，练练8段锦，或者就是背着手在公园里慢悠悠地散步。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微微出汗，只要额头上或者后背上刚刚有一点点湿润的感觉，立刻停止，马上把外套披上，把汗收回去。你顺应了身体冬藏的需要，你留住了身上那一层微微发福的浮肉。你会发现，你虽然没有练出8块腹肌，但冬天不怕冷了，走路底气足了，晚上睡觉极其安稳，一觉到天亮。这就叫顺天者昌。各位，你们自己去静下心来想想，老天爷给咱们定了这套
秋收冬藏的规矩，那是为了保护我们脆弱的晚年啊！你是愿意像司马懿一样，披着你那层厚厚的腐肉，安享晚年，护佑子孙，还是愿意学那些无知的人，把救命的阳气当成汗水一样挥霍掉？听懂了没有？守住你的汗水，就是守住你的寿数。但是各位，你把气血藏住了，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难道这就天下太平了吗？绝对不是。人到了晚年，最怕的不仅仅是自己生病，更怕的是家里突然刮起一阵邪风，比如经济危机、儿女离婚、突发横祸。当这种天崩地裂的变故砸下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分量，你是根本压不住阵脚的。没有这2斤腐肉，你拿什么去替儿女挡灾？这背后又是一套极其深奥的厚德载物的镇宅心法。咱们把这具肉身的内忧讲透了，告诉大家怎么藏住自己的精气神。但是各位，人活在世上，不仅仅是你自己身体好就行。既然你活到了60、70岁，你就是你们这个家族的树根。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谁家还没有个3灾6难？这就引出了我们接下来必须要讲透的最核心也是最残酷的一层天机。各位，咱们来设想一个极其现实甚至有点残酷的场景，你一定要把自己带入进去听。假设有一天半夜，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儿子在电话那头带着哭腔告诉你，他跟朋友合伙开的那个加工厂因为供应链断裂彻底破产了，外面还欠了上千万的债务，债主明天就要上门来封房子。又或者是女儿哭着跑回娘家，告诉你女婿在外面有了别人，现在要把他扫地出门，连外孙的抚养权都要抢走。这就是家庭里突如其来的邪风变故。这个时候，全家人的天都塌了，所有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你这个长辈身上。如果你平时天天迷信西方那一套，为了追求什么线条、什么体脂率，把自己饿得皮包骨头，减得干瘦干瘦的，你听到这个噩耗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的气血本来就虚，被这突如其来的惊恐一下，你的气机瞬间就乱了，你立马觉得天旋地转，心跳加速，血压飙升，两眼一黑，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了。结果是什么？儿子女儿本来就已经焦头烂额了，现在好了，生意破产不去处理，离婚官司不打，全家人大半夜叫救护车把你送到急诊室去抢救。你不仅没有帮他们压住阵脚，你反而成了压垮这个家庭的最后一把稻草，你成了儿女最大的累赘。这就叫一吹就倒，满盘皆输。为什么90%以上的现代人到了晚年扛不住事？因为你们不懂得物理学，更不懂得天道命理学。西方人教你们要轻盈，要骨感。各位，你在大自然里去看看，什么东西是轻盈的？芦苇是轻盈的，墙头草是轻盈的，风筝是轻盈的。结果呢？风一刮，芦苇就折断了，墙头草就倒伏了，风筝的线一断，就不知道飘到哪个臭水沟里去了。轻薄就意味着没有定力，你的肉身如果没有一点厚度，没有一点重量，当外界巨大的情绪冲击砸过来的时候，你就像一张薄薄的纸片，瞬间就被撕裂了。你的神经系统没有缓冲地带，你的五脏六腑直接承受巨大的惊吓。这种人哪怕平时检查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只要一遇到大事，立刻就垮掉，甚至一病不起，直接被带走。各位，要想在狂风暴雨中屹立不倒，
咱们得去学学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曾国藩这一辈子，那是真正在刀尖上跳舞，在血海里翻滚。到了晚年，他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危机，史称天津教案。当时天津的老百姓和洋人起了巨大的冲突，打死了洋人。西方列强开着军舰到了大沽口，大清国的江山危在旦夕。朝廷吓破了胆，派曾国藩去处理这个烂摊子。曾国藩怎么处理的？为了保全国家不被列强开战灭亡，他只能咬着牙判了几个带头的国人死刑，赔偿洋人的损失。这个判决一出来，全天下的人都在骂他曾国藩的门生故旧，写信来骂他是汉奸。湖南老家的人把他当成家族的耻辱，骂名铺天盖地地砸向这个60多岁的老人。换作一般人，被全国人民这样指着鼻子骂，早就气得吐血身亡了。曾国藩当时也是重病缠身，右眼已经失明了。但是你们去看看曾国藩晚年的画像，去看看当时曾国藩身边人的日记是怎么写的。当时的曾国藩身躯已经非常庞大厚重，他坐在总督府的太师椅上，就像一尊肉身菩萨，一动不动。外面的折子像雪片一样飞来，全是骂他的。外面的洋人还在步步紧逼，曾国藩每天照样吃他的饭，照样写他的日记，照样练他的书法。他身边的心腹幕僚都快急疯了，跑进去问大帅，天下人都在骂您，皇上对您也起了疑心，咱们这可怎么办呢？曾国藩微微抬起眼皮，用他那极其厚重的声音，慢吞吞地吐出4个字：挺住，撑住。只要咱们这口气不乱，天塌不下来。各位，曾国藩凭什么能做到？凭什么能把这滔天的屈辱和凶险给挺过去？就是因为他晚年养出了这一身厚重如山的躯体，他的肉身足够厚实，把他的5脏6腑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他的土足够厚，把那些流言蜚语、惊恐绝望全给吸收了。他在那里一坐，只要这尊铁塔没有倒下，他手下的湘军将领心里就有底气，大清国的这半壁江山就不会乱。这就是一个家族，一个国家的定海神针。他用自己的厚重替整个家族，替风雨飘摇的国家深深地扛下了这一阵最毒的邪风。咱们再把这层天道用易经的至高智慧给大家拆解明白。清华大学的校训大家都听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8个字是从易经的乾坤2卦里来的。厚德载物讲的就是大地坤卦的品格。大家去想一想，为什么高山能拔地而起1万尺？为什么黄河长江能在上面奔腾几千年？因为这片大地足够厚。如果这片土地只有薄薄的几厘米，下面全是空心的，山一长高就塌陷了，水一流过来就把地皮冲破了。你要载物，你要承载你晚年的福气财富，你要承载你整个家族的安危，你的德就必须厚。而在人的肉身上，这个厚德最直接的显化就是你皮肉的厚度，这就叫相由心生，身随气转。你身上哪怕只多长了2斤肉，那也是老天爷赐给你的防震垫。有了这层垫子，当家庭的变故像重锤一样砸下来的时候，它能化解掉绝大部分的冲击力。你的心神不会被瞬间击碎，你的神智就能保持清醒。你清醒了，你才能在最绝望的时候给孩子们指出一条活路。既然明白了这厚重肉身的保命价值，当孩子们哭天抢地回来找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记住，
老祖宗推脱拉里的最高境界，如不动。儿子哭着跪在你面前说破产了，你不要跟着他一起哭，更不要跳起来骂他当初不听你的话。你现在可是有福肉有厚土的人，你要深吸一口气，把气沉到你微微发福的肚子里，然后你极其沉稳地站起来，走到厨房给他下哪怕一碗最简单的阳春面，端到他面前，用最平和最不容置疑的声音告诉他：先吃面，吃饱了天塌下来，有老子站在这里替你顶着。各位，你这句话，这端面的一只手，比你给他1000万都管用。儿子看着你那从容不迫的脸庞，看着你那厚重安稳的身躯，他心里原本已经崩溃的防线，瞬间就重建了。他会觉得，我爸妈还没倒下，咱这个家就没有散，我还可以从头再来。这就是厚德载物，这就是这2斤腐肉在关键时刻救命救家的无量功德。你用你肉身的厚度化解了整个家族的戾气和恐慌。相反，如果你干瘦如柴，遇到事比孩子还慌，跟着一起哭天抢地，那这个家就真的彻底完了。各位，你们自己去静下心来想一想，你到了这个岁数，到底是要一张好看但不中用的瓜子脸小蛮腰，还是要一副能替儿女挡风遮雨，能把家族气运死死压住的厚重皮囊？听懂了没有？这根本不是什么肥胖的问题，这是关乎你晚年家宅能不能保得住的生死大关。讲到这里，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已经彻底顿悟了，再也不敢去随便折腾自己身上的腐肉了。但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外面的变故，而是自己内心的执念。很多老人家虽然身体发福了，但心却始终停不下来，还在跟小辈争夺控制权，还在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人即使有福肉，最后也会把福气给折腾光。所以老天爷在这个周期规律的最后，还留下了最凶险的一道关卡。跨过去的你就是老神仙，跨不过去，你晚年依旧是一地鸡毛。这道关卡叫什么？前面这几部分，我把这己肉身的厚度和它能兜住的福气给各位彻彻底底的讲透了。只要你顺应天道，不去瞎折腾，你晚年的这座粮仓就算是建起来了。但是各位朋友，这是最后一道关卡，也是最凶险的一道鬼门关。老天爷把粮仓给你建好了，里面也装满了福报，可如果你自己天天在粮仓里面点火，天天在里面扔炸药，你就算有100个下巴，1000个大肚子，最后也会烧得连灰都不剩。这最后一把火，就是你心里的不甘和执念。咱们再来看一个最让人痛心的场景。这样的老人，我们在街头巷尾，在那些看似富丽堂皇的透天厝里见得太多了。这位老先生老太太面相很好，下巴有肉，肚子也微微发福，按理说应该是个极其安稳的晚年。可是你走进他们家一看，全家人都躲着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嘴巴永远停不下来，他的脑子永远在高速运转，他在家里就像一个永远在巡逻的监工。儿子在公司里谈了一笔生意，亏了一点钱，他坐在客厅的太师椅上，用手指着儿子的鼻子，足足骂了2个小时。我当年是怎么教你的？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这个败家子！我的心血全被你毁了。儿媳妇给孙子报了个补习班，他又要插嘴。小孩子报什么补习班？
我们那个年代天天在泥巴里打滚，不照样考大学？你们就是乱花钱，就是不会过日子。家里买颗菜，换个灯泡，甚至晚饭吃哪道菜，他全都要管。只要有一点点不顺他的心意，他立刻就暴跳如雷。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在回放今天谁谁谁又顶撞了他，明天还要怎么去纠正他们。各位，你以为你这是心系家庭？你这是在把全家人逼疯。你的肉身虽然停下来了，但你的灵魂还在战场上疯狂的厮杀。你每天都在生气，中医讲怒伤肝，你这叫什么？你这叫做火烧功德林。你大半辈子积攒下来的那点福气，老天爷赏给你的那2斤福肉，全被你这一把把的无名火给熬干了，烤化了。为什么90%以上的老人到了这个岁数还这么爱较劲？因为你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极其深重的恐惧。这也是西方那种极其功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你们种下的毒瘤。西方人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能掌控多少东西，取决于他能输出多少指令。在那种直线思维里，如果你不发号施令了，如果你不管事了，你就等于没有价值了，你就成了一个废人，随时会被社会和家庭抛弃。咱们国人根本不信这一套荒谬的逻辑。老祖宗告诉我们，天地是一个巨大的循环，春天你播种，夏天你除草，到了秋天冬天，你的任务是什么？你的任务就是放手，就是把土地交给下一代。如果你在冬天里还非要拿着锄头去刨地，你不仅种不出庄稼，你还会把地下冬眠的种子全部刨死。你总觉得儿子不如你，可是各位，你想想，你30岁的时候，你父亲是不是也觉得你什么都干不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造化，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死死攥着那个权力不放，你不叫负责，你叫逆天越权。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把这个放手的智慧演绎到极致的人。北宋时期的大政治家王安石，这个人年轻的时候，那叫一个性格刚烈，目空一切。历史上叫他傲相公，就是脾气倔到了极点。为了推行变法，他跟整个朝廷的官员斗，跟太后斗，跟自己的好朋友苏轼斗。那时候的他浑身长满了刺，像一头好斗的公牛，谁拦着他，他就撞死谁。可是当王安石经历了2次罢相，到了晚年退居江宁的时候，他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那个曾经要在朝堂上掀翻天地的王安石，到了晚年是什么样子？他脱下了官服，穿上最普通的粗布衣服，每天骑着一头小毛驴，在中山脚下的村子里晃悠。有个叫李泌的官员去拜访他，发现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宰相，竟然跟几个不识字的老农坐在田埂上，笑眯眯地聊着家长里短。老农偶尔说错了几句话，甚至顶撞了他2句，王安石也不生气，只是摸着胡子哈哈大笑。当时朝廷里又发生了巨大的变故，很多人写信给他，想请他出山，或者让他写奏折骂一骂现在的权臣。王安石看了信，一句话不说，直接把信扔进火盆里烧了。各位，这叫什么？这就叫知止，这就叫大智慧。王安石不知道外面的局势烂透了吗？他当然知道，但是他更知道自己人生的季节已经过去了。他这把老骨头，这具已经开始发福迟钝的肉身，已经承载不起那种毁天灭地的政治斗争。如果王安石晚年还像年轻时那样，听到一点不顺耳的话就拍案而起，看到一点不如意的事情就要写奏折去骂，他的心神就会瞬间大乱，他那副虚弱的身体当场就会崩溃，他根本活不到近70岁的高寿。他
他放弃了执念，他不跟天斗了，他不跟命斗了，他顺应了自然老去的过程。他那首流传千古的诗是怎么写的？细数落花应作酒，缓寻芳草得归迟。你看他有多松弛，正是因为他彻底放下了，他才保全了自己晚年极其难得的内心的圆满与安宁。咱们把这一层境界用孔老夫子的话明明白白地拆解出来。孔子说，自己的一生，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大家注意这个词耳顺，为什么60岁最关键的指标是耳朵？老祖宗看透了啊。人到了晚年，你不用再去外面冲锋陷阵了，但是你每天都要听听儿女的抱怨，听老伴的唠叨，听外面社会的闲言碎语。什么叫耳顺？很多人误以为耳顺就是什么都同意，变成一个老好人。错，大错特错。耳顺的真正境界是，不管多么难听的话，多么刺耳的声音，多么让你愤怒的事情，当它进入你的耳朵之后，它再也无法引发你内心的波澜了。它就像一阵风吹过山谷，风声很大，但山还是那座山，动都不动一下，你的气机再也不会跟着别人的言语去上下翻滚了，因为你懂得了水往低处流的道理，你懂得了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因果，你看透了这层规律，你自然就不生气。你的心像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别人扔一颗石头进去，连个声响都听不到。当你做到了耳顺，老天爷赐给你的那2斤福肉，那厚重圆润的下巴和肚子，才能真正的发挥出藏金纳福的威力。形神合一，你的晚年就修成了一尊不坏金身。那我们在家里怎么练这个耳顺的知止之智？我再教你们一招极其管用的推拖拉。吃完晚饭，儿子又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说他要拿房子去抵押投资一个什么稳赚不赔的虚拟货币。你一听，这不就是骗局吗？你的火气蹭地下就要冒出来了。你想站起来骂他是个蠢货，这个时候怎么止，怎么拉？你深吸一口气，摸一摸自己圆润的下巴，也要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已经65了，这是他的人生，他要栽跟头就让他去栽，老天爷要教训他，轮不到我来插手。然后你慢慢地站起来，对着儿子笑眯眯地点点头。年轻人的世界，爸爸是不懂的，你长大了自己多斟酌，这就是推，把决定权彻底推还给他。说完这句话，你立刻转身，背着手慢慢悠悠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一关，你去浇浇花，你去听一段京剧，或者你在床上打个坐，这就叫拉，把你自己的精气神时时地拉回到自己的这方寸天地里来。他不跌倒，他永远学不会走路。你留着这副厚重安详的身体在房间里等他，等他真的把钱亏光了，痛哭流涕地回来找你的时候，你这尊定海神针再出去帮他收拾残局，这就足够了。各位朋友，你们自己去静下心来想一想，一辈子在商场上、职场上跟别人争强好胜，现在老了，半截身子都入土了，你还要天天跟自己的儿女较劲，跟自己的皮肉较劲，弄得家里像个冰窖一样，你到底图个什么？该停就停，该放就放，听懂了没有？这才是咱们国人参透了生死的
最高级的大智慧。各位，今天我把老天爷藏在你们身上的这一套续命的密码，一层一层的全都给你们拨开了。话说得很重，甚至可能刺痛了某些朋友的心，但是各位，良药苦口，老天爷把咱们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让咱们来受罪的，他在咱们的身体上到处都留下了慈悲的印记，下巴上的那层肉，肚子上的那个弧度，那都是老天爷怕你晚年受风寒，怕你兜不住福气，亲手给你缝制的一件件福衣啊。人呐，总有一天是要走的，谁也逃不过这大自然的规律。我今天坐在这里，费这么大的气力，把咱们老祖宗的这些天机整理出来念给你们听，这不是在做节目，我是在做一件续命的事。我想结的这个缘，就是希望你在听完这番话之后，今天晚上躺在床上，你能长长的舒一口气，你能伸出手摸一摸自己微微发福的肚子，摸一摸圆润的下巴，你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老伙计，大半辈子辛苦你了，从今天起咱们不折腾了，只要你明天一早醒来，不再去逼着自己吃那些凉飕飕的草，不再去跟儿女横眉冷对，不再去嫌弃这副护佑了你大半生的肉身，只要你能把今天我讲的哪怕一句话用在你的生活里，把心放宽，把气沉住，咱们今天这1个多小时的缘分就绝对没有白费。我这一辈子不需要各位去刷什么礼物，也不需要你们去打赏，我要的是一个心安。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番话解开了你心里纠结了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一个疙瘩，如果你觉得心宽了，气顺了，觉得老天爷其实待你不薄，那么我请你在评论区里留4个字，就这4个字：顺应天道。你把这股正念通过你敲击键盘的手指，实实在在地定在你的心里，定在这片天地之间。你这一念的转变，老天爷在天上喊得清清楚楚，他会记在你的福报账上，你的家宅从这一刻起就安稳了。好了，天色也不早了，各位把心放宽，好好睡一觉吧。顺应天道，咱们来日方长。